前面讲过这一个 tensor product， 它的数学符号真的是有点复杂。可是再怎么复杂，我们还是要面对它，因为它两大主流，未来的两大主流就是 AI 跟量子，量子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在follow 这个第二大主流，这个量子计算、量子电脑。那接下去的话就是说，前面介绍过只是它的一个表征符号而已。那接下去我们要来看它的一些特性的分析。那很多同学就不太喜欢，可是当你买完的一个武器来哈，当你买完的一些玩具回来的时候，接下去你就是要弄懂那些玩具的什么操作方式里面的特性，那甚至你可以被你操作出一些花样出来，这就是我们要看的部分，这样哈。好，所以我们呢第3节呢继续往下看，来看看一些特性。所以我们 3.3 的话，你看我就把它叫做 property of mixed tensor product， 就是矩阵的这一个它的那个量子的那个张量计算哈，就叫张量。哇，这个符号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就开始怀疑哈，那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为什么辛苦要搞这个符号？那为了证明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当初发明了很多东西，这些证它，发现很麻烦，后来才用这一种叫做 four index 方法，就一下就把它解决掉了哈。就是说这里我就给了3个矩阵 A、B、C， A 跟 B 先做张量，再跟 C 做张量，就相当等于是 B、C 做张量，再来跟 A 做张量，效果是一样。你们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感觉没怎么样哈？那事实上它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学特性，跟在量子电路上面的计算的特性，这一点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好，那这里可以看到 A、B，A、B 刚刚讲过说 A 跟 B 在做计算的时候哈。好，我来 mark 一下我的颜色，我比较喜欢用这一个深的红色，这样。你看这个符号，我可以把它表现成这样的一个斜环，看到？好，就是说用它两个索引啊，你看 I 索引在转 ，I 索引就是说第一颗齿轮、第二个齿轮的 I， 第一颗齿轮的 J， 第二个齿轮的 J， 有没有看到？好，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那这个索引的熟悉度跟控制度，你要多做几个练习。所以后面我会再 po 很多练习给你们，好，所以你们收播这个节目的时候也会有练习跟作业在等着你们这样。好，那这个就已经把它表成一般的矩阵了。那另一个一般矩阵跟另外一个 C 在做什么张量的时候，就按照前面，这个写法就变成这样，这是一个 block 的写法，这记得这是一个 block 的写法 ，BLOCK， 有没有看到？那可是最后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不能够用 block 的写法，所以呢，这个 block 符号你可以看前面已经教你，因为这个是原来的什么？原来的 I 索引，原来的 I 索引，原来的 J 索引，有没有？好，那把它全部变成 IJ 索引，哇，变那么复杂，没看到？所以 I 索引就变成一坨，那这个 J 索引变成一坨，没看到？变成一坨，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齿轮就会像3个齿轮啪在一起转，有没有？那转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什么，这个是一个从 field 里面来的存量，那这里我们是互数互数空间里面的存量相乘，那互数空间的存量相乘，它具有什么性？具有结合性。所以我可以把它结合到后面来，那结合呢，我就把它拆，把齿轮拆一拆，有没有？所以前面你可以看到，我把你看我的刮弧你看我的刮弧，我再把这个擦掉，让你们更清楚看到所以当时我在写这个时候，在排版的时候也特别注意，花非常多的时间在注意，有没有看到？所以我是把刮弧写在哪里？你看注意我的刮弧，这边是不是一个刮弧？这是一个刮弧，有没有看到？我在排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刮弧，有没有看到？齿轮在启动的时候大大小小，后面这个你可以看到齿轮跑到哪里来了？后面的先转，有没有看到？你可以看这个，当初我在写这个时候，你看非常细到就是整个的里面的各种变化都注意，有没有看到？所以如此一来的话，就变成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变成后面2个变成一个 block， 这个变成是一个新的 block， 有没有 ？CK。没关系，我再把它写清楚一点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block， 所以我们在做矩阵计算，有时候 block 的好换一个颜色比较有感觉。这个叫 BLOCK， 它是一个 block。再把它整合回来，就是我们这个的答案，有没有？所以脑袋瓜不要打结不要打结。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关键这样好，那这样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那么辛苦？
我先预告，这是一个量子的什么？量子的电路，叫空灯 circuit， 量子的电路空灯 circuit。那空灯 circuit 的话，一般我们讲就是说，我会喂进来3个怎么样？3个组合出来的向量，哇，好可怕！这个假设是 n 为m 为 p 为，就变成什么 n 乘 m 乘 p， 哇，那么大的一个向量进来，那中间有3个小的那个电路 a、b、c， 有没有看到？那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 a 算出来的结果，再跟 b 算出来的结果，再跟 c 算出来的结果的一个张量。那这个不用烦恼，这个我在后面还会再辟一节特别针对这个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那你先了解说这个数学模型它的好处，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先怎么样？先把这2个做张量，跟这个小模组做计算这个叫做分解，这个在英文里面叫做 decompose， 叫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量子可能没有那么大，量子计算的机器可能没那么大，所以我就必须要把它由小的来组合出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我可以把它由这个 A、B 来做计算，那算完以后，你可以看到得到这个结果，有没有？那再来跟这个单独做的结果，这个单独做的结果有没有？再做张量出来的。那这整个的一个量子circuit 的计算的模型，这个都已经被他们物理专家跟这个量子专家都已经规划好了。这个不是我们这边去晓得，因为我们是比较偏向数学跟资工所以我们就从他们的物理的特性就把它分析出它的整个模型出来，这样那还有呢，好，你可以看到，那这样子的话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可以看到，我如果先做这2块，好了，还是用蓝色好了先做这2块，得出这个结果出来，有没有？那再来跟这个结果做张量计算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很明显的，如果说针对3个电路来看的话，很明显看出来，那这2个计算是不一样的。但是谁先算谁后算，算出来结果都一样。这个就是这边要来特别讲解它的一个数学特性所以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样那接下去的话，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讲的就是说，我发现说证明好多题目要能够做 programming 的话，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前面看到的量子张量计算几乎都是用 block 的方式去兜，那导致于怎么样呢？导致于我后面很多的符号很难写，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是什么？变成是 column。发现很有趣这2个来做传统的这一个tensor product， 竟然是可以，你可以看到，先把1固定，那跟怎么样？跟这一个 Q 个 B 的 column 做计算，那把2固定，又跟这个 Q 个做张量，好，那这个 N 固定有没有再怎么样跟这个 Q 个再做张量，这个结果跟前面传统的定义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想出来？是在有一天坐高铁要解决后面证明证不动，有没有？因为很多书都不愿意证明，那不愿意证明，我最后要去 programming 那对还不对所以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就很多学生看到就说：“老师，这个到底对还不对？”好，我就把这个式子全部做一次计算。那做一次计算，你发现哇，好可怕！我把它展开，有没有？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所以我刚刚不是举个例子，直的跟直的做什么？做张量，就变成一排，有没有？把它整个展开，有没有看到？好可怕那展开以后，你看把这个符号重新整理一遍重新整理一遍，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我把它重新整理一遍一坨一坨的所以这个打字的时候也是非常脑袋瓜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这样所以写你们这一份讲义会花很多时间，因为很多都有新发明的，因为为了要做研究，还要做以后的 programming， 都回来竟然一模一样，能看出来，那它有什么优势？我就是用传统的，因为前面教过你们那个戴教授教过你们，这个向量的 tensor product， 所以我就回去用向量的 tensor product 来组现在新的怎么样？新的这个的部分这样新的这个矩阵的 tensor product， 好玩。所以呢，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我把它表现一遍，重新计算一遍，用我的新方式计算，有没有？它兜出这个出来，有没有？然后呢，1 1 1 2，有没有？再来是2 1 2 2 3 1 3 2，
嘿，那这个张出来就变成4个，哇，一模一样，有没有看出来？一模一样，所以我就把整个计算把整个计算用到哪边去？整个计算把它用到这一个前面的向量的 tensor product， 这是个很巧妙的所以这个解一个题目这个解不出来，我就不得不去这个思考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计算模型那同学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要看这个计算模型？因为我一再重申，这些计算模型以后都会被用到量子电路里面来计算，那它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的重要性好，我们现在给了一个矩阵是 m 乘 m 的大小的一个方阵然后它的 input 的向量是n 为 m 为的向量，那有一个 n 乘 n 的一个这一个方阵那它的 input 呢是一个n 为的向量这样那这个是 A、B 两个算子先合成在一起，再来做向量的这个矩阵计算。那这是个别做计算以后呢，再做张量怎么样？张量计算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可是它数学是OK 的。那在很多课本里面，他就把它当 trivial， 也没有去证明没有去证明这样所以不行那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 handle 很多的问题这个包括 programming 没有办法 handle， 所以我就来做一个证明我先从左边先从右边来开始看起，这是我的正常的计算，这正常的计算，所以我就把它用前面辛辛苦苦教的怎么样，教的这一个矩阵的一个计算的表现方式来一样那这个一样把它表现成这个样子，有没有看到？这个非常的清楚。那把它展成怎样我们的计算模型，所以不要忘掉这个在写作上面，在表达上面，还包括 programming 上面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再用前面戴教授教过的那一个我们现在是一个向量的tensor product。那向量的 tensor product 的话的线性组合可以具有分配性，所以分配出这个结果出来，有没有？就变成两两做 tensor product。那这个式子不就是我前面讲过的我的那个用 column 的方法去处理两个相乘，有没有？所以那这等于很明显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前面的怎么样？我把它换一个颜色来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怎样？这个式子就是我前面讲过的你看这个下标变化，再搭配这个这个就是这两个怎么样？这两个张量张出来的一个大的向量出来，这样有没有？所以因此这个式子就非常清楚，可以看到没有问题这个结果是对的那如果再不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再把前面的那一个我规范出来的那个符号呢，再重新去看一遍。那甚至可以用小一点点的矩阵小小的矩阵去把它展开这个让你们的熟悉度可以了解中间的变化这样所以我就来解释一下这个符号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一开始我进来的时候我空间进来好没关系，因为它是红色我就用蓝色，所以这个我进来的m 为它在这里有没有？那正常的计算是进来就把它合成什么 tensor product， 然后再丢给这个量子的什么电路来计算，是正常的计算。就正常就是说我两个向量进来直接做 tensor product， 然后丢给里面的那个量子电路来做计算，你把它当做量子电路来看，那就是传统的做法。可是我们讲过说，我们现在根本没有那么庞大的量子计算的机器，我要分开来算，我不可能怎样拿一个那么庞大的直接去算。比如说这可能是1000微，那我就可能要1000微就拿一个1000微的那个量子电路去算它，没可能的代志那1000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一个200不就是25乘上40，那我就可以把它兜成两个比较小的这个量子的那个电路就会下一页这个的做法，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先丢给它来做计算，有没有？比较小，我就丢给它来做计算比较小。然后再把它合成起来，所以那这样就比较省事了。就说这个电路是什么？我们叫做 affordable， 英文叫 affordable， 就是 affordable， 就是我们人类 implement 得起、买得起的一个设备。这个买得起的设备，所以前面那个，所以那个数学公式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都得出来的。这个人类目前是可能理论在，但是没有这个设备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样好，所以这一节就是讲到这边那有它的一个数学符号的计算重要性好，所以到了这一节第3节的时候，就各位就可以看到
好多数学符号，我后面的都蕴含那跟量子计算产生极大的关系，这样哦。所以同学一定要好好的去把那些数学符号弄熟啊。那包括符号熟了以后，未来写程式是绝对不会有问题哦。好，那我们大家呢就一起来把这边学好。